女人在开车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，死去9年的儿子竟然出现在道边。死的女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她按下了喇叭，发现扭头的男孩露出了那张稚气未脱的脸，竟然和儿子汤姆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于是女人不管不顾地追上了公交确认，同样的五官和卷发，就连眼下的疤痕都和小时候一样，这让女人更加确认这就是9年前溺水而亡的儿子。直到跟着男孩到了学校，女人激动到不知所措。多年前，因为她一直疏忽，导致年幼的孩子掉到了河中，幸福和睦的家庭也因此彻底破碎。她闯入了前夫家中，告知了前夫这个震惊的消息。在女人离开后，前夫的现任妻子只觉得她疯了，劝过丈夫不要听信女人。女人随后直奔警局报案，将自己儿子失踪的事讲了出来。警察得知了9年前孩子溺亡后，只觉得这位母亲思念成疾。女人对于无人相信自己这件事也并不气恼，她很肯定那个男孩就是自己的儿子汤姆。女人在放学期间来到了儿子身旁，直到一个开着豪车的人将他接走。女人直接跟踪豪车来到了一处庄园前，随便拍下了这处地点。为了接近儿子，女人伪造了自己的简历，去应聘了学校的音乐老师。出发前，她特意将头发剪得和当年一样的长度。前夫夜里来到了女人家中，向警察找到自己的事情告知了她。警察希望前夫劝女人不要继续发疯，只因前夫因为儿子逝去伤心，他不想牵扯进来，被重新揭开伤疤。女人却因执念太深，根本无法收手。她想要亲自确认一下男孩的身份，为此女人特意找到朋友帮忙找到了做假证的人。第二天，女人便因此蒙混过关，成功混入了学校。她在音乐教室看到了弹吉他的男孩，她知道自己名为丹尼尔。然而男孩的笑脸却让女人再次坚信这就是他的儿子。课堂结束后，女人单独留下了丹尼尔，肯定了他的音乐天赋。丹尼尔高兴不过3秒，就忍不住抱怨父亲不允许自己跟着专业老师学。女人趁机询问起丹尼尔的家庭，得知他只和爸爸一起生活后，女人便意识到了不对劲。在老师的过度关心中，丹尼尔体验到了久违的母爱。他忍不住对着父亲讲起了自己的音乐老师。为此，父亲马克特意来到了学校见了女人一面。马克警惕地打量着这个过度热情的音乐老师。女人趁机建议马克让丹尼尔去专门学习音乐，甚至自己想要上门教学。马克却拒绝了。他将音乐老师对儿子的热情归结到了爱才之心上，所以便离开了。然而女人不死心，竟然直接登门。马克对他充满了戒备，却碍于儿子在家暴发作，照竟然放了出来。男孩家中竟然没有他婴儿时候的照片，且因为父亲马克的工作原因，总处于搬家的状态，这也因此让女人更加确信丹尼尔就是自己9年前失踪的儿子。等待马克出去购物时，女人借着去洗手间的功夫去看了丹尼尔的房间。马克在此时察觉到不对劲，女人返回房中查看，他发现女人在四处走动，非常不满。即便上课没到1个小时，也要以30块的价格赶女人离开。他严厉地要求丹尼尔归还了女人给的手机。当女人再次见到丹尼尔时，他就有些心事重重，因为上次的手机事件，马克不准丹尼尔再来接近女人，所以计划带他离校一段时间，出国纪念足球比赛。女人为了快速掌握更多证据，便查到了马克办公室的位置，随着戴着帽子砸了大门的玻璃。马克接到警报后，只能给儿子留下车费，匆匆离开了训练场。女人在此时悄悄接近了丹尼尔，却撞见他被球砸伤了鼻子。女人连忙关心地凑上前去，询问了丹尼尔的伤势，然后还亲自将人送回了家。在帮丹尼尔处理伤口时，女人失落地发现丹尼尔根本没有4岁之前的记忆，她不禁有些失望。女人为丹尼尔做了晚饭后，便陪着他一起等马克。现在丹尼尔昏昏欲睡，于是女人嘱托他睡觉前记得刷牙后，等在丹尼尔睡着以后，女人将他用过的牙刷装走了。不到迎面就撞见归来的马克，他一边愤怒地质问着女人在做什么，一边打开儿子的房间确认他是否安全。等待女人解释了下午的事情，自知理亏的马克并没有追究女人，在房间走动一事，女人趁机劝马克答应丹尼尔去录音棚录歌一事，马克却表示要再考虑一下。第二天，由于假证件被副校长察觉出了端倪，女人被通知在这期间停课。当副校长听说女人联系好了私人工作室，为孩子们录制歌曲，等歌曲发行后有了影响力，对学校也会起到宣传作用。于是副校长决定网开一面，允许女人最后一次带学生们去录歌。女人已经联系好了前夫，让他充当调音师，趁机和丹尼尔见一面。随着歌曲录制完毕，马克也忍不住欣赏起了儿子的音乐才华。他开心地和女人告别时，便趁机邀请她去郊游作为报答。马克离开前特意递上了自己的名片，女人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前夫是否认出了儿子。然而前夫却认为儿子已经溺亡，不可能会死而复生。女人注定在寻子这条路上孤军奋战。也给丹尼尔罕见地询问了马克关于自己母亲的事情，却没想到马克因此发了一通脾气。丹尼尔下了淘宝后，突然发现女人给马克发来了自己的住址。丹尼尔打开父亲的手机，特意搜索了一下女人，发现她正在寻找失踪的孩子，心中也因此有了大胆猜测。于是丹尼尔第一次主动离家，鼓起勇气按照地址拜访了女人。得知父子俩有了矛盾后，丹尼尔想要借宿，女人立刻答应了下来。突然有人敲响了房门，打断了两人谈话。有人示意丹尼尔到楼上躲避，自己则迎接了客人，竟然是一直追踪儿子失踪案的警察。他抱歉地表示警局决定放弃这个案子。然而同样身为家长的警察为了表达诚意，特意上门告知。有人送走警察后，只觉得心乱如麻。
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，丹尼尔阴差阳错下来到了儿子汤姆的房间，看着小时候的照片以及涂鸦，一些特定的记忆被唤醒。看着满口的女人，丹尼尔肯定地说道 I'm Tom, aren't I? Oh, my mum. 女人看着儿子认出自己，感动地流下了泪水。女人为了证明男孩是自己的儿子，特意取出了他的唾液。等待的结果期间，她迫不及待地收着行李，想带着儿子远走高飞。考虑到丹尼尔没有护照，女人需要做一件事，那为了找到曾经办假证的朋友，为儿子办理假护照。因为女人曾经和那些人起过冲突，朋友因此被揍了一顿。考虑到女人情况紧急，朋友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帮忙联络了线人。此时马克因为愧疚，提前结束工作，想给孩子道歉，却发现丹尼尔用自己的手机搜取了女人寻死的事情。马克立刻明白了过来，等待女人将儿子的照片发给了办假证的人后，他承诺明天给出3000块的费用。让他匆忙赶回家时，却发现屋中空无一人。丹尼尔只在桌上留下了一封信，他为了自己毕竟和马克父子一场，于是决定要好好告别，并约好明天学校见。第二天，女人去学校找丹尼尔，却扑了个空。他烦躁地离开学校时，马克已经在此等候。他以丹尼尔的名义邀请女人一同去郊游，并表示丹尼尔已经在郊外等候。女人毫不怀疑地坐上了车。然而马克停车开门期间，女人接到了家人电话，他赶紧将自己的位置告知家人，却发现手机没了信号。马克也在此时告知这边屏蔽了信号。女人没有办法，只能跟随着马克来到了建筑内。马克见完关注后，开始和女人理论起来抢儿子的事情。早有防备的女人偷袭了马克，成功的将其打倒后，直接抢走了他的车钥匙。所有女人在马克的吼叫声中开车离去。他将在马克家看电视的丹尼尔接走后，便来到了线人那里，准备取儿子的假护照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，线人再次坐地起价。无奈之下，女人只好将马克的车做了抵押，所步行带着儿子坐上了自己的车。为了躲避风头，女人将孩子带到了自己曾工作的园艺公司。工头本怪罪女人谎话连篇时，女人无奈之下将找到儿子的消息告知了他。工头也非常理解女人的难处，便停止了对她的指责。所有女人便带着儿子准备过海关，却不料因为护照作假被警察逮捕。她在禁闭室中忍不住哭泣起来。女人不甘心就这样在儿子的争夺中落败。在警察审问女人时，马克的警局焦灼起来。他迫切地想要见到丹尼尔。此时身为律师的弟弟在母亲的压力下探望了女人，在弟弟的鼓励下，女人重新打起精神。此时帮忙接到线人的朋友得知了他们忽悠女人后，怒不可遏地找到线人的地板，将里面的东西全部砸掉。马克为了在 DNA 出结果之前取得优势，立刻叫了律师为自己辩护。然而警察可怜女人寻死多年，接着顶着压力拿到了 DNA 的验证结果。结果出来以后，很显然丹尼尔就是女人失踪已久的儿子汤姆，而马克和丹尼尔根本毫无血缘关系。女人被无罪释放，马克反被逮捕起来。丹尼尔心情复杂地回到家后，询问起自己是怎样失踪的。女人开始和他回忆起以前的事情，他愧疚地将自己的疏忽讲了出来。丹尼尔看着痛苦的母亲，也没有因此责怪他。母亲带着丹尼尔来和家人相认，气氛却有些尴尬。在用餐期间，女人发现弟弟和母亲在庭院中争吵，然而他一回头，却发现丹尼尔吃了过敏的贝类，连忙让他吐出来。丹尼尔却有些疑惑，他一直没有忌口。前夫的现任妻子也因此产生了疑心，请求了丹尼尔和丈夫重新做一次 DNA 检测，却直接被怼了回去。We're gonna get another test done.With or without your help. 一位女人的朋友砸了线人老巢，他们因此盯上了一行人。随着女人发现自己独自做了 DNA 检测报告，竟然显示她和丹尼尔没有血缘关系，于是女人决定找到马克一探究竟。接着则暂时替女人照顾了丹尼尔。马克最终同意了女人的探视，终于地讲出了妻子死亡的真正原因。因为妻子生了丹尼尔后得了产后抑郁，在丹尼尔4岁时，妻子当着孩子的面自杀了，这也成为了孩子的心理阴影。女人这时才意识到自己错的有多么离谱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，女人决定向警察申请重新做一次 DNA 检测报告。此时女人的朋友被线人的势力追踪，好在同伴急着出手吓跑了一行人。此时女人打了电话，得知弟弟竟然偷偷带走了丹尼尔，直到询问的母亲才问出了下落。此时弟弟带着丹尼尔翻肚在湖上，讲述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弟弟为了帮助姐姐脱罪，将 DNA 结果伪造了。丹尼尔的确是马克的儿子，但是弟弟为了拯救姐姐，决定要将他毁尸灭迹。等待女人和母亲赶到后，弟弟终于讲述了当年的事情。等待女人分心去点火时，父母因为倾倒了酒杯忙碌起来，女人的丈夫却在和别人瞎整。等待时机成熟，连人钻在小树里，汤姆也跟在了父亲身后。只有弟弟注意到这一幕，为了分散汤姆注意力，将他带到了湖边玩耍。随着弟弟接到了电话，得知自己进入了律师所，他高兴地将汤姆忘记了。在弟弟发现时，汤姆已经溺亡。为了避免承担这个责任，弟弟选择将汤姆的尸体推进了深水区，所有若无其事地回到了人群中。姐姐却因为这个事情彻底破碎。弟弟为了弥补他，选择了在丹尼尔的争夺战中利用伪造报告帮助姐姐脱离泥沼。如今意识到女人已经察觉端倪，弟弟为了姐姐的自由，决定将丹尼尔毁尸灭迹。女人却不愿伤害别人的家庭，于是她选择带着丹尼尔乘船逃跑。弟弟不顾危险跑进水中追赶，最终不幸溺水而亡。最终丹尼尔陪着女人一家为水中逝去的2人奉上了鲜花。